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将不安转化为觉悟：心灵锻炼的技巧》这本书。有时我们会突然感到被不安压垮，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会觉得生活很艰难，内心很疲惫。如果您正面临这样的困扰，这本书将非常适合您。它揭示了人类内心的机制，并解释了如何从不安中脱身。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为什么会产生不安？人类心理机制的深入解析。第二，因为害羞而马上停止，您的心理攀比行为被周围的人看穿了的事实。第三，优柔寡断的人必看，轻松摆脱优柔寡断的秘密技巧。首先是第一部分，为什么会产生不安？人类心理机制的深入解析。我们在生活中会抱有各种不安和烦恼，比如继续从事这份工作是否合适，需要多少存款才能让退休生活稳定，孩子会幸福成长吗？我们是否能够一直保持健康？一旦开始担心这些问题，不安就会不断加剧，内心变得模糊和郁闷。秋山老师指出，不安的源头即使追溯也无法解决。实际上，人类如何制造不安的机制已经被科学解释清楚了。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面对不安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内心机制的运作。例如，如果您在一家业绩萎缩的亏损公司工作，一旦意识到公司亏损的现实，就会开始担心职位或薪水会下降，甚至担心不久后可能会失业，或者即使去面试也没人愿意录用。坏的想法会不断联想，逐渐膨胀。此时脑中产生的坏想法，会让您的身体无意识地模拟这些困难情境的状态。您可能会感到身体沉重，心跳加速，视线模糊，呼吸急促。这些生理反应会真实地出现在您身上。我们将感受到未来的真实状态的瞬间称为不安。整理一下这个过程：一、未来的想象；二、脑内模拟；三、从大脑传递指令；四、实际的身体状态变化。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内心的不安感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个过程在我们的大脑中是自动进行的，因此一旦有了坏的想法，我们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强烈的不安影响。人类是通过想象未来及还未发生的事情来感受到不安的生物。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会感到不安。相反，对于已经明确的事情，我们不会感到不安。这是一个关键点。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病毒疫情，使得世界变化的速度变得极为迅速。AI 的进步、大规模战争导致经济不稳定等，连几年的未来都难以预见。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未知的时代。我们的工作方式、商业模式、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等，所有的事物都处在一个常识不再适用的时代中。远程工作普及后，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便利店和超市的收银台越来越多地实现无人化，购物几乎可以完全在线完成。社交网络上也可以感受到与人的联系。与5年前、10年前相比，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世界上的各种变化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然而，未知也正是产生不安的机制。换句话说，生活在未知的世界中，每天感到不安是很自然的情绪。此外，日本人被认为是神经递质幸福荷尔蒙血清素分泌量较少的民族。相比于乐观的其他国家，日本人更容易感到不安。这也有遗传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总是对未来感到不安，活在恐惧和焦虑中，那么人生不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将不安转变为希望呢？根据秋山先生的解释，理解人类的机制是将不安转化为希望的关键。再一次回顾不安的内容，我们发现，当我们想象未来时，由于大脑会自动发起模拟，这种模拟会使身体状态变成一个困难的情况，从而产生不安。这是人类特有的机制。利用这一机制，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出美好的未来，那么身体状态也可能变成那种美好的情况。
我们通常将这一机制用于制造不安，但如果能够想象光明的未来，这一机制也会产生希望。当然，也许你会觉得很难想象一个积极的未来，但请放心，秋山先生将传授如何面对光明的未来。本书的核心是提倡以真实的自我来生活。书中并不是鼓励您停止负面思维，去想象一个积极的未来，或者安慰您说未来一定会有好事发生。这不是精神论或安慰话语，而是基于逻辑思维的现实方法。秋山先生提供了基于逻辑的实际方法来帮助您。如果您现在正为真正的自我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该做什么等不安而烦恼，那么秋山先生认为，这表明您还没有放弃自己。您之所以感到不安和困扰，是因为您相信自己的可能性。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因为害羞而马上停止。您的心理攀比行为被周围的人看穿了的事实。我将具体讨论您是否以真实的自我来生活。我们来一起检查一下您是否符合以下几点：一、经常觉得自己在偷懒；二、认为自己坚持不了是因为决心不够；三、觉得做不好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四、有时觉得别人能做到而自己做不到；五、经常感到被他人攀比是因为自己很弱；六、觉得如果别人不给予评价，就没有存在价值；七、总是过于在意他人的目光；八、尽量努力保持积极思维，但总感觉心里在逃避什么。如果您符合1到2点，那么您大致上是以真实的自我在生活；如果符合3到4点，那么遗憾的是，您可能是在以虚假的自我生活；如果符合5个或以上，那么你很可能已经迷失了真正的自我，完全以虚假的自我在生活。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您可以发现，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并过上没有不安的生活，您首先需要理解一件事，那就是您现在可能是在过着虚假的自我生活。所谓的虚假的自我，是英国精神科医生温尼科特从儿童精神分析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掩盖真实自我的防御性功能。虚假的自我包括以下5种模式：一、渴望被尊敬模式；二、证明优秀模式；三、受害者模式；四、攀比模式；五、虚假的兴奋模式。秋山先生指出，如果您对自己的真实自我感到困惑，日常感到模糊的不安，很可能符合上述的某种模式。接下来，我们将详细分析这5种模式。首先，关于渴望被尊敬模式的解释。这种模式通常出现在企业家或领导层等处于高位的人身上。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强烈希望得到他人的尊敬、信任和喜爱。其原因有3。第一个原因是将自己必须受到尊敬视为一种强迫观念。我们看到优秀的领导者时，往往会感到尊敬和信任。这种观念可能导致人们认为，只有被尊敬才能担任领导职位，从而陷入自我怀疑和困扰。第二个原因是，团队成员或家庭成员对自己有强烈的期待，希望他们能跟随自己。如果成员不支持，工作就不会顺利进行；如果家庭成员不支持，家庭也无法维持。对自己作为领导者的角色有过强的期望，导致过度关注他人的反应，从而陷入被动的生活状态。第三个原因是，将使每个人幸福视为自己的责任。虽然关心他人的幸福并不坏，但让别人幸福和单纯希望他们幸福是两回事。是否能获得成就感，往往取决于对方的反应。如果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可能会反而事与愿违。由于这3个原因，许多企业家和领导者会产生渴望被尊敬模式，并将避免批评视为最大的价值。结果，他们会变得无法自主判断情况，承担风险，主动行动。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2种证明优秀模式。这种模式的人通常无意识中强烈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通常这种类型的人在过去曾付出过努力提升能力，因此他们可能会责怪自己没有做得更好，或者认为自己的失败是自己的责任。结果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被周围的人认可，潜在的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通过不断地展示自己对某事的了解，或者建议如何做得更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优秀。这种行为虽然可能显得有些烦人，但大多数进入这种模式的人并没有自觉，也没有恶意。他们表面上是为了帮助他人，但实际上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他们对自身认可的渴望。这种认可的需求会被传达给他人。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3种受害者模式。这种模式下的人常常感到自己被贬低、责备、忽视或被看作低人一等。他们总是担心自己有缺陷，因此觉得他人会指责自己，或是担心自己的意见会遭到批评。这类人总是警惕他人的言行，并且觉得这些都在批评自己。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关心他人的感受，实际上，他们更多地关注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这种模式容易陷入负面循环，让人觉得自己只关心自己，从而加重了内心的不安。接下来讲解第4种攀比模式。常常看到有人试图通过贬低他人来提升自己地位，这就是攀比模式。如果您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那就需要警惕了。攀比模式的人实际上潜意识中感到自己有缺陷，或者觉得自己有弱点，他们害怕别人发现这些弱点，因此会对他人表现出攻击性，试图保持自己在他人之上的地位。问题在于，攀比的行为往往很容易被他人识破，而自己却可能没有察觉。最后讲解第5种虚假的兴奋模式。虽然我们之前讨论的是负面的伪模式，但实际上也存在积极的伪模式。例如，有些人会故作兴奋，试图通过追求自己的梦想或做自己喜欢的事来掩盖内心的空虚和不安。这种假兴奋模式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前方的方向，或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定位，因此试图通过强行让自己保持兴奋来掩盖内心的忧虑。虽然他们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积极，但实际上内心始终充满不安。发现自己符合这些模式的人可能不少。那么秋山老师提到的生活在虚假的自我有2种类型，一种是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虚假的自我中，并努力超越自我的人；另一种则是尽管意识到自己处于虚假的状态，但却不愿意面对自我的人。确实，面对自我可能会令人感到恐惧。然而，为了清除内心的困惑并活出真实的自我，我们必须正视自己，改变虚假的自我，活出真实的自我。接下来是第3部分，优柔寡断的人必看，轻松摆脱优柔寡断的秘密技巧。秋山老师认为，为了改变自我，我们需要正确理解内心的机制。生活在虚假的自我中，是因为内心抱有某些困扰，而明确这些困扰后，才可能解决它们。接下来，我将介绍许多生活在虚假自我中的人常遇到的4种困扰：1、嫉妒； 2、自卑感； 3、优柔寡断； 4、拖延。我们将探讨这些困扰是如何产生的，并解读如何摆脱这些困扰。首先来看第1种困扰：嫉妒。嫉妒是每个人都可能感受到的情绪。我们将首先解释嫉妒产生的内心机制。例如，如果您看到一个比您更出色的同事，您可能会感到他们非常优秀，这时就会产生嫉妒的情绪。接下来，人们可能会开始自我赞扬，比如我也能做到这么好，试图以此来感到自豪。然而，现实的壁垒很快就会显现出来。同事的工作做得很好，取得了成果，并受到评价，而您却发现自己虽然也有能力，但却没有做到。这时，人们会开始寻找自己未能成功的理由。如果发现原因是那个人运气好，那么就会责怪自己运气不好。如果认为是因为我本来可以做得很好，但没有努力，那么就会责怪自己懒惰。这样的自责行为会导致嫉妒的产生，特别是那些容易嫉妒的人，往往倾向于用是否能完成事情来衡量能力。这是第2部分中提到的关于优越感模式的内容。他们往往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嫉妒。高能力当然是好事，努力也当然是好事。然而，如果您因为自己能力高而强烈地认为自己有价值，
那么当看到更高能力的人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嫉妒感。因此，这种模式下的人会有一种想要展示自己优秀的欲望。如果您觉得自己是一个容易嫉妒的人，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过于执着于某种能力。接受现状后，首先要理解自己曾经把能力作为满足自我认可欲望的工具。嫉妒只不过是您过于自我意识的表现。您只需过好自己的生活。最后思考一下自己想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您的能力应该用于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优秀或让别人认可。将能力用于关心的重要人物或社会，意识的改变自然会消除嫉妒感。接下来是第二种困扰，自卑感。自卑感从看到别人优秀开始，这种情绪会让您感到对方很了不起，然后立即对比自己，觉得自己差劲，甚至认为自己无能为力。这样就有的自我评价低、自我厌恶的情绪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感到自卑感的人看似自我评价低，但其实是相反的。那些因感到自卑而沮丧的人，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其实并不是无能的，他们的自我评价较高，所以对不能做到的自己感到沮丧。如果真的自我评价低，能够接受自己不能做到的事实，自卑感的本质在于理想中的自己在责备现实中的自己，而不是简单的与他人比较。那么，如何摆脱自卑感呢？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不要以是否能做到来评判事情。感到自卑的人其实并不是因为做不到而痛苦，而是因为缺乏勇气去尝试，感到羞愧。不要想着这个工作我反正做不到，而是先行动起来，专注于体验。这样你会逐渐对自己尝试的勇气产生认同，无论结果如何。第二个方法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他人做事上。感到自己做不到，实际上是因为过分担心自己，自卑感成为逃避挑战的借口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外部，考虑为家人、团队、客户等他人做事的意识，这样自卑感就不会再成为逃避的借口了。自卑感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情感，明确做事的目的和对象，就能自然地摆脱自卑感。接下来是第3个困扰，优柔寡断。尤其在日本人中，许多人都在为优柔寡断而困扰。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做决定呢？这因为人脑习惯于对选择进行模拟。当面临选择 A 和 B 时，我们当然希望选择结果更好的那个。然而，优柔寡断的人不仅会考虑哪个选项更好，还会进行大量关于哪个选项更糟的模拟。当负面模拟的时间过长时，就会陷入第一部分提到的那种负面心理状态。处于这种沮丧状态时做决策，会使得对失败、损失和后悔的恐惧加剧。简而言之，优柔寡断的人往往是因为负面模拟过长，导致自己无法冒风险。也就是说，这不是意志力弱或者胆小的问题，而是由于负面模拟过度，造成了自己无法冒险的精神状态。那么，如何改变优柔寡断的思维方式呢？首先，应该尽量保持简单的思维方式，要告诉自己你是一个总能做出最佳选择的人。接着，可以果断地接受，不必总是追求最佳选择。如果总是追求最佳，反而会让人感到疲惫。许多决策并不是非得做到完美，过度追求完美其实是不必要的。然后要注意从优点来做选择。如果过度考虑缺点，会导致无法冒风险的心理状态。因此，应尽可能集中在优点上。一旦对缺点的关注减少，可以进入最后阶段，考虑缺点并做出决策。此时要注意接受缺点。面对多个选择时，考虑每个选择的缺点，然后选择可以接受哪些缺点的选项，这样就不会陷入深深的犹豫之中。接下来是第4个困扰，拖延。我们经常会把麻烦的工作或家务拖到后面去做，即使在事后感到后悔，发誓以后绝对不再拖延。但这种拖延的习惯往往难以改掉。我们为什么会拖延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认为时间久了事情会自动解决，因此产生了拖延的习惯。
并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觉得晚点做也没关系，会把事情拖到后面，特别是那些麻烦的事情，更容易被拖延，但通常结果并不会很好。要摆脱拖延习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时间管理和任务优先级，通过设立明确的目标，制定实际的计划，并保持高效的执行力，实现更满意的工作和生活。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